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新剧未拍先拿奖，梁家辉43年不接剧为他破例，袁咏仪刘门徐峥压反转。诚意这部新剧到底什么来头？一部剧连个正片都还没拍，就先拿了个奖，这事儿你敢信？说的就是诚意这部受晃。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颁彩罗奖，直接把2026年度最具期待作品塞进了他兜里。曾志伟上台替剧组领的奖，台下记者围着他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凭什么？他也没打太极，摸着他那标志性的胡子就开讲了，说诚意这小子一个人拎着箱子就飞了香港，不是去发通稿做宣传，是直接扎进香港警务处的走廊里，跟着一线警察屁股后面琢磨事儿。审讯室的凳子怎么摆才有压迫感？对峙的时候语气节奏怎么卡才能让对面慌神？嫌疑人眼神飘忽的那0点几秒到底在盘算什么？他全要反复看，反复问，拿个小本记。这还没完，又一头栽进心理学诊所，看犯罪心理侧写师怎么从微表情里抠线索，再转场到拳击训练馆，跟武术指导在那默动作，练到肩背线条都拉丝了。这事儿搁在今天听起来，是不是有点恍惚？提前1个多月进组准备，放在10年前就是个本分活儿，搁到现在居然能当成新闻上热搜。大家伙是多久没见过这种笨功夫了？受晃这部剧本身底子也确实硬，18集，港风悬疑，优酷和曾志伟刚成立的新公司维港光影一块儿攒的局。寒战系列的导演陆建清掌镜，这是他头一回下场拍长剧，说白了就是把一部电影撑开了讲，节奏上肯定比那些动辄40-50集的注水剧利索得多。编剧那边，陈文强的名字挂在那儿，女人40的底子，对人性那点弯弯绕绕拿捏得死死的。剧本据说是磨了2年，参考了不少真实悬案，不是那种为了反转而反转的硬明型选手。再说说这套演员阵容，曾志伟这回是真的把人情卡刷爆了。梁家辉这事儿最有意思，43年没碰过电视剧，5月9号经纪人那头直接甩了句假，梁家辉不拍电视剧，辟谣辟的那叫一个斩钉截铁。结果第2天，内地执行经纪又跑出来打圆场，说确实在接触协调档期中。2天时间，2个口径，网友全看懵了，直呼这是薛定谔的梁家辉。到底是团队内部没沟通好，还是故意溜粉炒热度，到现在也没个定数。但从各方放出来的风看，基本是8、9不离10了。能让一个坚持了43年原则的影帝松口，这剧本的硬到什么程度？这钱的给到什么价位？还是说纯粹是曾志伟那张脸去刷的？袁咏仪那边港媒也没放过，直接把他也列进邀约名单了。亮亮倒是敞亮，回了句轻过下干啰，就是聊了一下啦。这扇门算是留了条缝。说起来，他跟诚意之间还有段师徒缘分。2016年1年级毕业季里，一个是导师，一个是学员。后来他还跑去富山海剧组探过张智霖的班，顺带也看了看诚意。这回路子要是真搭上了，又是一出师徒反目或者师徒联手的戏码。悬疑剧里最吃这套关系张力，欧阳震华、陈慧珊这些老面孔也是一批一批往外冒，跟开盲盒似的，每隔几天就官宣一个。陈慧珊这回演关键反派，她那张脸天生就带着股冷静克制劲儿，真要走阴面路子，往那一站不用化妆，眼神一沉就能让人后背发凉，比那种歇斯底里的大开大合要瘆人得多。徐峥虽然挂的是特别出演，戏份不多，但全剧最大的反转点愣是安在他身上了。
这角色估计就是专门负责在最后2集把整个故事拧一把的螺丝刀，劲儿全使在刀刃上。但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还是程毅那条线。这戏是他跟欢瑞8年合约到期单飞之后接的第一个硬核项目。角色林燕婷设定挺狠的，白天是香港警局特聘的心理学家，金丝眼镜一戴，西装一穿，看着斯斯文文，兜里还揣着哮喘喷雾。晚上就换张脸，变成游走法律边缘的复仇者，追查5年前父亲殉职的真相。全程的用粤语和普通话演2种人格，这对他一个湖南伢子来说，语言关就是头一道坎。你看他做的那些准备，体能和格斗只是最基础的，每周5天泡健身房，体脂率往下压。学了巴西柔术和近身格斗，官方说法是90%的动作戏亲自上。光说数字你可能没感觉，但你要知道有一场天台长镜头搏斗，拍了整整3分钟，中间擦伤了也没停。这种东西镜头里一看就知道有没有偷懒，肌肉记忆骗不了人。但更戳人的是那些细活儿。为了演好心理学专家，他学了微表情分析，专门研究人在撒谎时下意识的回避动作。为了制造那种虽然坐你对面但隔着玻璃的心理距离，单是眼镜的造型就调了8次，就为了让镜片反光刚好遮住一部分眼神。角色设计里还有一个习惯性摩挲手表的小动作，那块表是他爸的遗物。这种细节比大段台词都好使，不需要旁白解释，观众看2眼心里就全明白了。曾志伟有次接受采访说漏了嘴，讲程毅桌上摊着心理学教材，页角卷边，铅笔批注写得密密麻麻。这细节要是真的，比什么沉浸式演技的通稿都有说服力。这剧的制作路数也挺老派，1:1搭了个香港警署实景，袁咏仪角色戴的胸针据说都藏着后面剧情的线头。动作设计这块直接请了杀破狼的武术指导，拒绝慢镜头特效，追求每一拳下去都有受力点。现在很多动作戏的问题不是没钱，是太依赖后期修，打得花里胡哨，观众啥也记不住。真正让人有痛感的，还是那种拳头砸到肉上，喘息声能听出疲惫的实感。目前这部剧还没正式开机，预计6月底在香港开镜，但就凭一张概念海报，平台预约量已经破了17.6万。百度指数在官宣那天直接冲上2万，微信指数单日环比涨了6000多个百分点。海外好几个平台也提前把版权预购了，不是等拍完再谈，是剧本阶段就掏钱了。一部剧连个镜头都还没动，就把期待值拉成这样。市场是真的在等，等的不是什么顶配爆款这些虚词，等的是有人愿意把笨功夫当真。程毅这回到底能不能把这17.6万人的期待接住，还得看拍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对得起现在这些准备。但至少目前看，他没走那条轻飘飘的路。你觉着这套班底加上这准备法，值不值得蹲一波？